这个名字你绝对听过，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那你一定喜欢他演的纽特斯卡曼。他还曾出演过《爱的万物论》、丹麦女孩等等火爆的电影。他有个可爱的外号小雀斑，因为欧美人很白，色素容易沉积成雀斑。艾迪的脸上就有许多雀斑，但却像一幅画一样非常好看。于是粉丝都亲切地叫他小雀斑，甚至有的人都忘了他的本名。瑞德曼多样化的角色其实就像他精彩的现实人生。英国《每日邮报》还评价他的家族堪比电影。19世纪初，小雀斑的高曾祖父在全球最有名的奢侈品大街开了一家著名的丝织品店，还在英国最美的温德米尔湖区修了庄园和教堂。这个教堂被华兹华斯赞美为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地球上最美的事物。曾祖父一手创办了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和矿业系，曾任大不列颠帝国矿产资源局主席。虽说俗话里总是富不过三代，但他一家人似乎是个例外。瑞德曼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则经营着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大哥是柯林斯出版社的 CEO， 没错，就是出版了柯林斯英语字典的全球最大英文级出版社，还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伊斯顿公学的同学。二哥毕业于牛津大学，弟弟毕业于杜伦大学，包括瑞德曼本人在内，家里所有的男生都毕业于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伊顿中学。在英国，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养成一身大少爷脾气，反而还会彬彬有礼，待人谦和，因为英国人非常讲究绅士风度。瑞德曼从小到大就很懂礼貌，小年纪就很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也许有些人就是这样，明明有安逸的资本，但是要用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到了适龄入学年纪，瑞德曼去了一所私立男校待了一阵，就前往了伊顿公学就读。别看瑞德曼长得瘦瘦弱弱的，他在伊顿公学曾加入过橄榄球队。更牛的是，他的队友是威廉王子，跟他还是同年级的同学。据说他们两人还曾一起当选过社团的明星人物。不但家里有金，自己还是不折不扣的学霸，真的是最怕就是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瑞德曼在小的时候就有涉足演艺圈，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个圈子，但是他认为梦想和学习并不冲突，如果想要达到高的境界，还得先完成学业。于是他还是把重心放到学习上，合理规划好了自己的学习时间，一日复一日，有条理地完成自己的规划日程。他在学校里一开始成绩就非常突出，但是他没有骄傲，上课仍然专心致志，向老师虚心请教，回家还认真开夜车学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瑞德曼的努力奋斗，他考入了剑桥大学，修读艺术史。尽管他是一名色盲，但却没有影响他以克莱因兰为题写下学位论文。2003年，他还以2级荣誉的成绩毕业，说瑞德曼是个超级学霸，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顶尖学院毕业的他依然痴迷戏剧，他开始进入戏剧团体。在校内期间，20岁的他就迎来了人生第一部饰演男主角的电影，反串女主角薇奥拉。而这种角色他还是第一次挑战，没想到居然可以诠释得淋漓尽致，把女性的特点、气质、行为模仿得超级相似。他最后呈现的角色连眼神都严丝合缝。后来他还去到了酒吧工作。什么？一个名校高材生居然去酒吧工作？原因就是瑞德曼要体验一下平民世界。除此以外，为了接更多的表演项目，在酒吧里认识多一点导演也挺好，因为当时导演都会在酒吧看一下有哪些潜力股。1年后，瑞德曼逐渐出现在各大剧院和一些电视剧中，而演的都是莎士比亚戏剧角色。那段与莎士比亚同在的岁月，充分锻炼了他的表现力和台词功底。但事实上，瑞德曼的家人并不支持他的事业选择，毕竟他们熟识的同龄人都成了律师、医生、商人、政治家。他们认为以瑞德曼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帮助，不用多久他便飞黄腾达。可瑞德曼还是在苦苦试镜、被拒、再试镜、再被拒循环当中。明明可以做一个高富帅，为了喜欢的事业非要过挨饿的日子。
拿到《爱的万物论》中霍金那个角色，他还找经纪公司牵线，请导演喝酒，毛遂自荐。后来导演觉得艾迪很适合这个角色，于是就选择了他。拥有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艾迪当然会好好把握。为了演好霍金这个角色，他还在伦敦运动神经元疾病诊所里待了4个月，每天都认真研究和模仿病人的肢体语言，甚至还会每天缩进轮椅里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和心情。而这部电影拍完后，他的脊椎受到严重的损伤。为了保证剧情不出错，瑞德曼把霍金的病症发展、心理状态和科学成就分成不同阶段，他用量化的方式精确计算好，背牢什么时候霍金不能抬胳膊，什么时候坐上轮椅，霍金每一篇论文发表时他的病情程度如何，艾迪都可以记得分毫不差。之后霍金看完这部电影的首映，回去发邮件称赞，有时候看到荧幕上的他，仿佛就像看到我自己。自从在自传电影《爱的万物论》中饰演主角史蒂芬·霍金后，瑞德曼的演艺事业便一飞冲天。但他仍不满足，继续不断挑战自己，突破了观众心里的固有印象。这次他还出演了《丹麦女孩》，这部电影是一部传记电影，并讲述历史上第一位变性人。其实演《丹麦女孩》之前，他准备了3年，不仅学跳舞、练体态，还跑去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欧洲新艺术复兴后，恰巧是第一波女权主义风起云涌之时，他深深体会到了角色的情感，因而到表演的时候，他连眼角的一挑一落都表演得非常到位。这个角色使他斩获了影帝，还被女王授予 OBE 大英帝国官左勋章。面对记者的采访，艾迪回答道：很棒，终于有人认同我的表演了，但也挺悲哀的，我努力了10年，却一直被当成只会撅嘴的花瓶。毕竟艾迪出道10多年，职业生涯并没有顺风顺水，也遭遇过许多闭门羹，还因为长相被人戏谑只会撅嘴。但他认为坚持梦想最酷，勤勤恳恳耕耘出名气，这些挫折只是上天对他的考验罢了。瑞德曼在2012年就与高中同学汉娜·贝格肖相恋了，那是一位美丽又优雅的女孩，两人的感情甜蜜稳定，在2014年宣布结婚消息。当瑞德曼获得奥斯卡影帝的时候，汉娜默默在身旁支持的场景实在是令人羡慕，男帅女美的组合实在是非常相配。婚后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甜甜蜜蜜，看着他们照片就洋溢着幸福的味道。有时候瑞德曼参加电影的颁奖仪式，就会带上妻子，仪式中他常常跟妻子讲话，像是在询问妻子的意见。2016年，瑞德曼拥有了一个女儿。2017年11月，对外公布了2胎喜讯。瑞德曼不仅拥有出色的家庭背景，也有精湛的演技，现在还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简直是名副其实的人生大赢家。但是谁也没想到，很快他的事业和生活就陷入严重的危机。事情的起因还是来自于他演过的电影《丹麦女孩》。6年前，在瑞德曼出演《丹麦女孩》之后，就有跨性别团体提出抗议，认为这个对于全世界变性人意义非凡的角色，应该让真正的变性人来出演。当时瑞德曼还不在意，认为这是变性人担心自己扮演不好角色的善意提醒，还在媒体上喊话，请跨性别人士放心，我一直非常了解你们，会全力以赴演好这个角色。然而事情并不如瑞德曼所想象的那样，跨性别组织根本不在意他的演技，而是在意他的男性身份，哪怕他自称是变性人的坚定拥趸。很快，欧洲和美国的一些跨性别人士表示，瑞德曼应该为出演丹麦女孩道歉。瑞德曼试图控制局面，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和媒体多次表示，我可以道歉，但丹麦女孩本身难道不是对变性人群体的一种声援和支持吗？我全力演好这个角色，难道也有错误吗？瑞德曼这种死不悔改的态度迅速激怒了一些跨性别者权益组织，他们写信给制片公司和导演们，要求不再给予这名英国演员任何演出机会，否则将抵制所有涉及的影视作品。幸运的是，几年前的跨性别群体
势力还没有大到能够让欧美电影界低头。瑞德曼也继续获得了各种演出机会，包括2018年的著名奇幻电影《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格林德沃之罪》。当时原著作者哈利波特之母 J.K. 罗琳公开表达了对瑞德曼的欣赏，希望他能出演这部电影。但跨性别群体对瑞德曼的攻击依然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瑞德曼几乎要崩溃了。2020年，为了把自己从变性人的批评声浪中解救出来，瑞德曼意外地向曾经力推自己出演《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的 J.K. 罗琳开火。当时，罗琳因为评论变性人新闻，与跨性别者群体展开激烈辩论，整个欧美电影界为此几乎与他决裂。瑞德曼看到这个场面，认为自己解脱的机会来了，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自己坚决站在变性人这边。我坚决不同意 J.K. 罗琳的观点，作为他的朋友，他让我感到失望了。为了取悦跨性别者群体，瑞德曼不惜与自己的工作伙伴和提携者决裂，应该说已经做得很夸张了。但是瑞德曼显然是太天真了，在跨性别者权益团体眼中，他出演丹麦女孩已经是个巨大的错误，不可能轻易放过。各种批评的邮件和私信依然铺天盖地而来，跨性别者权益组织依然要求他就丹麦女孩的角色道歉。在这样的情况下，瑞德曼彻底投降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年出演丹麦女孩是个错误，自己侵占了变性人演员的演出机会，让全世界跨性别者都受到了伤害。或许这件事情还会继续纷纷闹闹下去。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